在上期的视频中，我们通过对推背图和八宫八卦以及八宫八卦所对应的历史时期各个朝代兴衰更替的研究，大概推算出了一个卦宫所对应的历史阶段，它所持续的时间长度，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所处主导地位的朝代它的国祚长度。而我们都知道，推背图在过去的卦象中不但预言了朝代的长度，还预言了朝代的兴衰更替。那么推背图究竟是如何预言这些朝代兴衰更替的呢？而中国这个离宫八卦下的主导朝代，它的兴衰更替又将会是怎么发生的呢？今天我们就接着研究。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研究中国的国祚以及它的兴衰更替。其实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知道推背图各个卦宫所对应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八宫八卦所对应的各大历史阶段，它们的兴盛发展、朝代更替各自都是怎样的一个演变过程。我们现在就首先来看，在推背图中各个卦宫下的朝代更替又都是怎么完成的。同样的方法，我们还是在已经发生过的卦象里面去寻找答案。我们现在来看过去的卦象。我们知道推背图首先是从乾宫八卦开始预言的，而整个乾宫八卦其实预言的都是唐朝的发展。在这期间，虽然整个唐朝社会也有一定的动乱起伏，但是并没有出现朝代的更替。而预言唐朝朝代更替的卦象也是到了坎宫八卦的时候才出现的，也就是到了推背图第10象的时候。这一项不但预言了唐朝的灭亡，还预言了朱温建立了后梁。不过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根据历史发展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一个结果的出现都有造成这个结果出现的原因。也就是说，一般一个王朝灭亡更替之前，都会发生一个足以导致朝代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既是客观的因果关系，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那么造成唐王朝灭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在预言唐朝灭亡的第10象前面第9象所预言的黄巢起义。而熟悉历史的朋友也都知道，关于唐朝，正是由于黄巢的起义才造成了它的彻底灭亡。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艮宫八卦下，也就是宋朝的朝代更替，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我们首先来看北宋，预言北宋灭亡的是推背图第21象，而在这一项的前面是预言蔡京父子专权的第20象。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蔡京父子奸臣当道的原因，所以才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而南宋呢，预言南宋灭亡的是第24象，而它的前面则是预言贾似道专权祸国的第23象。同样也是因为贾似道的专权祸国、奸臣当道，才造成了南宋的彻底灭亡。接下来是震宫八卦，在这一历史时期，首先要说的是元朝的朝代更替。由于元朝不足100年，所以预言元朝被推翻和元朝灭亡前的乱局都在同一个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26象。它的谶言花不花，贼四起和宋言鼎沸中原，木木来，四方警报，起边该的预言，既预言了奸臣当道，也预言了农民起义。所以也正是这些原因，才造成了元朝统治中原时代的结束。而同样也是在震宫八卦下，明朝的朝代更替呢，在预言明朝灭亡的第32象前面是预言魏忠贤和客氏专权祸国的第31象。同样还是由于奸臣当道，造成了大明王朝的最终灭亡。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卦宫，也就是巽宫八卦下清朝的朝代更替。预言清朝灭亡的是推背图第37象，而它的前面一项则是预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第36象。也就是说，是因为外族入侵的原因，造成了大清帝国的彻底灭亡。而同样也是在巽宫八卦下的中华民国呢，预言中华民国灭亡的卦象是第40象，而它的前面则是预言日本侵华的第39象。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最终灭亡也是因为外族入侵、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所以纵览了这些已经发生过的卦宫所对应的历史时期，以及这些历史时期内的朝代更替，我们也就得到了推背图中各个朝代灭亡更替的一个基本规律。也就是说，从唐朝之后这些朝代的灭亡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在推背图预言一个时代灭亡的卦象前面，往往伴随着预言奸臣当道、农民起义或者外族入侵等历史事件的卦象存在。其实这也是历史的规律，当一个国家发生这些灾乱的时候，也就预示着这个国家即将灭亡。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存在，也就使得我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祚几何、朝代更替有了依据。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知道哪个卦象是在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代更替的，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了解，在这个卦象的前面有没有这些王朝覆灭前的卦象出现，也就是有没有预言奸臣当道、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等这些历史事件的卦象存在。有了这些卦象的出现之后，那么它后面的一项自然而然的就应该是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朝代更替的卦象了。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在离宫八卦里面有没有王朝覆灭前的卦象出现。通过我们对离宫八卦卦象的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推背图第45象从它的谶言有客西来，至东而止，可以知道这一项其实就是一个预言外族入侵的卦象。那么按照之前我们发现的规律，很明显，
在这一项的后面，也就是推背图第46项，就应该是预言一个朝代更替的卦象。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所处的离宫卦宫所对应的历史时期，预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朝代更替的卦象，应该就是推背图第46项了。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已经过了推背图第42项、第43项还没到来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规律来看的话，我们中国的国祚也只剩下4个卦象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这个第46项，看看它是不是在预言中国的朝代更替的。那么如何判断推背图这些卦象是不是在预言朝代更替的呢？同样的方法，我们还是要在过去已经发生过的预言朝代灭亡的卦象里面去寻找它们的规律和证据。我们首先来看预言唐朝灭亡的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10项。在这一项的卦象里面，预言唐朝灭亡的内容是宋言一后二主尽生瑕，四海茫茫总一家。从这个卦象我们可以知道，主后的去世是预言一个朝代灭亡的关键字眼。我们接着再看预言宋朝灭亡的卦象，先看预言北宋灭亡的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21项。在这一项里面，预言宋朝灭亡的内容是宋言异姓历朝，中国魏，不是三六又难行。也就是说，异姓历朝，国魏终结，是预言一个朝代灭亡的关键字眼。接着我们再看预言南宋灭亡的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24项。它里面预言南宋灭亡的内容是谶言山崖海边，不敌一仙，还有宋言失一不仁，小月中，回天无力，道具穷。由这些内容可以看得出来，皇帝升仙或者是中字以及道具穷的穷这些字眼是预言一个王朝覆灭的关键字眼。接下来我们再看预言元朝覆灭的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26项。它的卦象里面预言元朝结束统治中原的内容是谶言贼四起以及宋言四方警报起边该，莫怪都城彻夜开。在我们前面的总结中可以发现，当推背图的预言中出现主后去世、皇帝升仙、国运中、气数尽、道具穷等等这些字眼的时候，则就是在预言当前朝代的灭亡和终结。但是这一项预言元朝灭亡的卦象里面却并没有出现前面预言朝代灭亡的卦象里面出现过的关键字眼，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现状，就会明白，当时所谓的元朝灭亡，其实并不是元朝政权的覆灭，而是元朝政权统治中原时代的终结，是新建立的中原政权赶走了元朝政权的统治，而元朝这个政权本身也是来自大漠，只不过是就被赶回了大漠，并没有覆灭。而在接下来预言明朝灭亡的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32项，它的卦象里面预言明朝灭亡的内容是谶言八九数尽，日月无光，和宋言太息金陵王气尽，移植春色占长安。在这些内容里面再次出现了预言一个朝代灭亡的关键字眼，也就是数尽和王气尽这些字眼。而在下一个朝代呢，也就是清朝了，预言清朝灭亡的卦象是推背图第37项。在它的卦象里面预言清朝灭亡的内容是谶言不统继统以及宋言水清终有节。也就是说，不统和节是预言一个朝代灭亡的关键字眼。还有最后预言中华民国灭亡的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40项。它的卦象里面预言中华民国灭亡的内容是宋言若逢木子冰霜涣，生我者侯，死我雕。也就是说，涣和死也是预言一个朝代终结的关键字眼。所以通过我们对这些预言朝代终结卦象的总结，我们可以知道，在推背图里面，当卦象的内容里面出现主后去世、皇帝升仙，或者是出现类似像尽、终、穷、结、死这些表达终结结束的字眼的时候，则就是在预言一个朝代的彻底终结。所以我们既得出了推背图里面王朝终结前的卦象特征，也得出了预言王朝终结的关键字眼。那么我们现在就在离宫八卦中来验证一下，看看推背图的第46项预言的是不是一个朝代的终结。我们来看这一项的内容，它的图像是一个军人攥着拳头，他的谶言说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曰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从这个卦象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并没有预言政权终结的关键字眼和内容出现，而在这里面出现的唯一一个代表朝代终结的字眼死这个字，所表达的也只是不死的意思。而且从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项所预言的是一个政治昏暗的局势之下，由一个勇士发起的一场政变，而这次政变的结果也只不过是惩处了造成政治昏暗的人物，并没有提到政权的终结。所以从这一项的内容来看，以及与之前所有预言朝代终结的卦象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可以确定这一项所预言的并不是一个朝代的终结，而是一场宫廷政变。而且在推背图已经发生过的卦象里面，预言的所有政变也从来没有造成过朝代的更替。比如推背图第4项所预言的神龙之变，推背图第28项所预言的靖难之役，以及推背图第30项所预言的夺门之变，这些都没有造成改朝换代。不过既然在一个预言外族入侵的卦象后面，它的卦象所预言的并不是一个朝代的终结，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本应该是造成朝代更替、预言外族入侵的卦象，与以往造成朝代更替的卦象到底都有哪些不同。
我们来看历史上造成朝代更替的卦象，它们都有哪些特点？首先来看唐朝灭亡前的卦象，也就是预言黄巢期的第9象。它所预言的这个局势是一个满天飞雪，血染河川日色红，一树梨花都参淡的混乱局势。所以正是这个混乱局势造成了唐朝在下一项的最终灭亡。而预言北宋灭亡前的卦象呢，是推背图第20象，而它所预言的这个局势则是一个齐云翻过北海头，凤阙龙庭生达侧的混乱局势。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混乱局势造成了北宋的彻底灭亡。而南宋的灭亡呢，预言南宋灭亡的卦象是推背图第23象，它所预言的这个局面是四道飞道，前尘昏暗，以及如河冰火连天夜，幽子张灯做水系的混乱局势。而这样的局势也造成了南宋在下一项的彻底灭亡。而元朝的终结呢，由于预言元朝结束统治中原和预言结束前的混乱局势都是一项，也就是推背图第26象。而这一项所预言的局势也是一个贼四起和四方警报起边开的混乱局势，所以也正是这样的局势造成了元朝政权被赶出了中原。接下来我们再看明朝的灭亡，预言明朝灭亡前的卦象是推背图第31象，它所预言的局势是秽乱宫阙，断送人国，以及忠臣贤士尽沉沦，天启其中乱更分的一个混乱局势。而这个混乱局势也造成了明朝的灭亡。接着我们再看预言清朝灭亡前的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36象，它所预言的局势是一个不分祸福，灯光蔽日和海内无端不敬的一个局势。而这样的局势也同样造成了满清的灭亡。那么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呢，造成中华民国灭亡的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39象，而它所预言的局势则是一个畜出生人都哭和12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的一个混乱局势。同样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局势最终造成了中华民国在后一项的灭亡。所以通过我们再次的回顾历史，梳理了这些王朝灭亡前的卦象以及这些卦象所预言的局势，我们可以知道在推背图里面，这些造成朝代灭亡改朝换代的卦象，他们所预言的局势全部都是一个朝局昏暗、战争动乱的混乱局势。而也正是因为这个混乱局势才造成了当时朝代的彻底终结。而在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着的离宫八卦下，这个预言外族入侵的卦象，它所预言的局势又是怎样的一个局势呢？而它的这个局势为什么没有造成一个朝代的覆灭呢？我们来看预言外族入侵的推背图第45象，这个卦象的图像是2个军人拿着武器刺向一个太阳。谶言说：有客西来，至东而止，木火金水，喜辞大尺。宋言说：炎运轰开，世界同，金乌引力，白杨中。从此不敢称兄长，兵器全消，运以中。看完了这个预言外族入侵的卦象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卦象跟以往造成王朝灭亡的卦象预言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它所预言的也是由外族入侵所引发的一场战争。但是这个卦象所预言的内容跟其他造成朝代更替的卦象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那就是他所预言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从这卦象的谶言木火金水喜辞大尺可以知道，这一项所预言的外族入侵其实并没有像历史上其他的外族入侵一样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动乱和伤害。相反，这次我们面对外族入侵的时候经历的反而是一场稀释之战。而且从宋言炎运轰开，世界同，金乌引力，白杨中可以知道，无论是如何解读，金乌都不会是中国的代表。所以这个卦象宋言的后面2句从此不敢称兄长，兵器全消，运以中，预言的也肯定是侵略者的霸权消失，运气终结的意思。不过在这个卦象的宋言兵器全消，运以中里面，终究还是出现了中这个代表朝代终结的关键字眼。所以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就再来验证一下，看看这个卦象会不会既预言了外族入侵，也预言了朝代终结。通过前面我们的总结可以知道，在每一个预言朝代终结卦象的前面，所预言的都应该是一个奸臣当道、农民起义或者异族入侵等这样的混乱局势，也就是这个国之将亡的混乱局势才会造成下一项国家彻底灭亡的最终结果。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项的前面预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在这一项的前面其实就是推背图第44象，而从它的宋言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以重以承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可以知道推背图第44象所预言的历史时期非但不是内乱外患的混乱局势，反而预言的是一个圣人治世的盛世局势。所以由这个第44象所预言的这个盛世局势，也就可以再次证明推背图第45象这个预言外族入侵的卦象所预言的非但不是一个朝代终结的卦象，相反也正是由于这个圣人治世的盛世存在，才会在面对外族入侵的时候，也就是推背图第45象所预言的这场战争反而是一场羞耻之战。所以这样的因果关系前后逻辑合情合理。而这里兵器全消，运以中的中这个字眼所终结的也应该是侵略者的运气才对。而也正是因为推背图第45象所预言的这样一场外族入侵的战争是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的，所以才会在它后面本应该出现朝代更替的卦象并没有出现，而出现的也仅仅是一场宫廷政变，一次短暂的国家危机。
也就是说，这个在别的卦宫里面经常出现的剧情，在离宫八卦这个特殊的卦宫里面，结果却出现了巨大的反转。不过，既然这个离宫八卦所定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像之前的卦宫一样，在它的卦宫中间就会发生一次朝代更替，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整个离宫八卦它所预言的也只是一个朝代的事情了？而且通过我们上期视频对八宫卦每个卦宫发展规律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在过去的几个卦宫所对应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游魂卦和归魂卦所对应的推背图卦象，预言的都是这个朝代或者这个历史时期它的衰败和灭亡的过程。而且从艮宫八卦开始，每个卦宫最后的游魂卦和归魂卦所对应的卦象，预言的也都是当时朝代的衰败和灭亡。所以这样来说的话，这个离宫八卦里面的朝代更替，看来也只能在这一卦宫的游魂卦和归魂卦的时候发生了。我们首先来看离宫八卦的游魂卦所对应的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47象。我们来看这个卦象，它的图像是一个书柜，书柜上放满了书。它的谶曰：燕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颂曰：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天间地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从这卦象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卦象所言的内容不但不像前面卦宫的游魂卦所预言的那样是一个王朝将要覆灭的衰败局势，反而预言的是一个燕武修文、紫微星明的盛名时刻。而此时的社会也是一个一言为君、任人唯贤的盛名社会。而且从他的颂言，我们还可以知道，在这个时候的社会里面，曾经的帝王已经不见了，这时候的社会已经建立了一个我们现在人可能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一个更加优秀的社会制度了。而且执掌天下的一国之主，或者说已经没有一国之主了，或者叫治理和领导这个国家的人，也不再看重出身和地位了，他可以是来自非常底层的天监，而且看重的也是他的能力，或者说他的治国理念，也就是颂言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所预言的那样。而且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极其看重的所谓的政党之分、意识形态之分，可能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重要了，亦或者是完全消失了。那么一个没有政党之分、意识形态之分的更加优秀的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制度呢？而我们又凭什么会说这个卦象所预言的会是一个更新的、更加优秀的社会制度呢？其实我们从这一项的颂言吴王吴地定乾坤就能够窥得端倪。我们大家都知道，推背图谶言和颂言的前面两句一般都会为我们描述出当时的局势，所以吴王吴地定乾坤的这句颂言所预言的则肯定是当时的社会局势。那么这句颂言所预言的这个社会局势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呢？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到推背图第37象里面来寻找答案了。我们知道，从推背图预言第一个朝代唐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我们国家所实行的制度都是封建君主制度，也就是由皇帝所统治的家天下时期。而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也就是推背图第37象所预言的这一历史时期的到来，中国社会便走向了共和制度，封建君主制度也随之消失，而他的统治者封建君王也自然而然的随之消失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个局势，这样的一个制度，推背图所使用的预言描述是海内竟无王。很显然，这里的王指的就是封建社会的君王，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没有王的社会制度。不过我们也都知道，中华民国虽然是没有王的社会制度，但是还是有选举出来的大总统的。那么这个大总统又会被推背图称作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到了第47象的时候，推背图也就给我们给出了答案。因为从他的颂言第一句吴王吴地定乾坤可以知道，社会制度发展到这个时候，不但没有了王，连地也没有了。也就是说，可能到了这个时候，连我们当今社会里面普遍存在的民主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人也不存在了。所以地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这也就意味着，此时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加优秀、更加进步的社会制度了。这个制度不但没有了君王，而且连我们现在世界上司空见惯的国家领导人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治理国家所依靠的是一个英明的，并且大家都共同认可的治国理念，其实也就是谶言匹夫有责，一言为君，以及颂言一言一出见英明所预言的那样。不知道未来的这个更加优秀的社会制度，会不会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或者是比我们目前所能认知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更加先进优越。其实，关于王和帝在古代本身就有不同的意思。这一点包括推背图所预言的未来的社会制度，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我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详细解读。不过既然离宫的游魂卦预言的并不是朝代的衰败，甚至是即将更迭，那么这个卦宫的最后时刻，也就是到了预言很多朝代灭亡，代表一个时代终结的归魂卦的时候，所预言的会不会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呢？我们现在来看离宫卦宫下归魂卦所对应的卦象，也就是推背图第48象。从这卦象的图像龙蛇相斗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确实是一个危险动乱的战争局势。而它的谶言呢，卯午之间，绝相为离，绝相为离，绝相其实也就是失去知觉、不省人事的意思。
也就是说，此时的局势已经到了一个昏迷不醒、非常危险的地步了。但是这个卦象衬言的后面两句“八牛牵动，庸庸兮兮”，就立即为我们预言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果。因为庸庸兮兮，庸兮指的是和乐生平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绝相为离的危险局势下，由于八牛的牵动，立即就带来了和乐生平的太平盛世。而它的颂言呢，水火既济，人民饥，手持金戈不杀贼，50年中一将臣，青青草自田间出，也再次为我们预言了一个人民安乐，国家和平。虽然有贼人侵犯，但是整个国家的优秀制度还在，还是能够先臣辈出，任人唯贤，从而拯救国家，保持太平。所以，直到离宫八卦的最后一卦归魂卦所预言的，同样也不是一个朝代的更替，而是一个虽然出现危机，但是危机很快就被解除，恢复繁荣的一个局势。于是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别的卦宫里面，当历史发展到游魂卦、归魂卦的历史阶段，所预言呢必定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朝代的灭亡？怎么到了离宫八卦里面，游魂、归魂两卦的时候，预言的非但不是衰败灭亡，反而是一个更加开明繁荣的盛世景象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离卦功德的特殊性问题了，而我们也只有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才会明白，在离宫八卦中，到了游魂卦和归魂卦的时候，所谓的衰败和灭亡，他们衰败灭亡的对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在代表衰败灭亡的最后时刻，他们所预言的还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光明之象。我们来看离卦的功德。易说卦曰：离为火，为日也。后汉书勋上传曰：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也就是说，离卦的功德其实也就是日和火的功德。而通过我们的常识也可以知道，火过旺则焚，日过烈则枯。所以离卦的功德，无论是代表着天上的太阳，还是地上的火焰，都不惧微弱，而惧其太过。而在推背图中，在离宫八卦所定的历史时期，它的发展过程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在离宫八卦中，仅有的2次动乱卦象，所预言的动乱局势，其实都是跟天象有关，也就是都跟离卦所代表的光明有关。它们分别是离宫八卦的第一卦，也叫八春卦或者六十卦，为两离相叠的火旺之象，对应的是推背图第41象，所预言的是一个天地晦茫的昏暗局势。还有离宫八卦的武士卦，为离宫八卦发展到顶峰的卦象，对应的则是推背图第46象，所以呢，同样还是一个暗暗阴霾的昏暗局势。而这2个卦象，也就是离宫八卦的武士卦和六十卦。经世一传曰：孔子云，亦有4义，1是2是为地义，3是4是为人义，5是6是为天义，游魂归魂为鬼义。也就是说，在八宫卦中，5是6是本为天意，代表着事物发展到顶峰极致的意思。而在离宫八卦中呢，当太阳的光明发展到顶峰，达到极致的时候，则必定是一个物极必反、明极转晦的一个状态。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日时说曰：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而在离宫八卦中，代表发展到顶峰的天意，武士卦、六十卦2象，也就是推背图第41象和第46象所预言的天地暗茫的一个局势，其实也都应该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过于强大自负所造成的。所以正是因为离卦的这样一个特性，才会在它即将终结的时候，也就是在游魂卦的时候，它的功德，我们就说在天为日的功德吧，也就是太阳，虽然即将降落，挂在树梢，游魂甲烯一般，但是还是能够为我们带来光明，为我们营造出一个美丽的夕阳美景。所以它所定的历史时期才会是一个紫微星明的盛名之时。而当这颗太阳到了最后灭亡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归魂卦的时候，虽然已经绝相为离，沉入大地了，但是它的余晖还是能够映红一片天空，所以才会在它所对应的卦象中，预言呢仍然是一个八牛牵动、庸庸兮兮的生平局势。而这里的八牛其实就是个猪字，猪为红色，或许指的就是离象所代表的太阳降落后的一抹红色，一丝余晖。同时也正是这一丝余晖，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生平盛世。而且这个最后一丝余晖，我认为应该是当时那个先进制度的优越性所发挥的最后作用，也就是任人唯贤，英雄不问出处的选择了来自田间的将臣，从而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其实也就是推背图第48象颂言50年中一将臣，青青草自田间出所预言的那样。其实与离宫八卦相同的情况，还有它所对应的坎宫八卦。坎宫八卦所定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动乱战争、改朝换代频繁的动乱时期。而这样的一个动乱局势，其实也就是坎宫、坎为县所代表的含义，也就是文明终结归藏的时候。所以它所定的历史时期，才是一个动乱混乱的乱世之势。但是到了坎宫八卦衰败灭亡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坎宫八卦、归魂卦和游魂卦的时候，即推背图第15象和第16象的时候，则预言的是宋朝的建立以及宋朝统一中原的历史事件。这也就说明，所谓坎宫八卦的衰亡终结，其实是指坎卦所对应的战乱纷争局势的一个终结。所以同样的道理，当离宫八卦终结的时候，
则代表着是指一个像烈火烈日般的文明发展到光线柔和、温柔适中的宜人阶段，而这个阶段所对应的历史时期，也肯定是一个和平善良的繁荣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离宫八卦的终结，终结的其实并不是离卦的功德、世间的光明，终结的可能是我们现在文明里面最为暴烈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认为会永远存在的意识形态、政党政权，甚至是政治制度。而且，经过离宫八卦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至少我们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文明程度，肯定也已经发展到了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先进状态了。所以，考证完了离宫八卦所有的卦象，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卦象中，没有一个卦象是在预言国家灭亡、朝代更替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离宫八卦所对应的历史时期内，将没有预言它的主导朝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覆灭的卦象出现。而从离宫卦宫这个本身处于望象之地，又代表圣人相明之的圣明之象，它的卦宫所对应的历史时期，在持续时间上，在繁荣程度上，都应该理所当然的超过别的卦宫所对应的历史时期。单就它的维持时间上，也应该会超过过去最长卦宫所持续的时间，也就是会超过震宫八卦所持续的373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中国在离宫八卦所对应的历史时期内，也就是至少在370年以上的历史时期内，不会经历以往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时局动荡、改朝换代之苦。所以这两期视频，你与其说我们是在解读和研究中国的国祚，或者说政权的更迭，倒不如说，当我们解读到最后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现在以极大的分别心去对待的政权、制度、意识形态，到了未来的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有可能不复存在了。而现在许多活在历史垃圾堆里面的人，他们如今恶毒诅咒的政权和制度，亦或是他们顶礼膜拜的政权和制度，或许到了未来世界，恐怕早已经被彻底淘汰了，甚至连个概念都不存在了。所以，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在这个发展迅速的时代，我们现在的一切执念和认知，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都会显得那么的渺小和可笑。而对于我们未来的世界，我们的想象力永远不够。不过，作为我们现代人，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繁荣、科技发展、离卦功德显现的美好时代，我们真的应该感到庆幸和珍惜。再加上那些尚未到来的圣人之治和紫微星明，茫茫天数，国运如此，实在是国家兴盛，民族兴盛。好的，今天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一下、点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发布的视频。谢谢大家，再见。